嘿，大家好久不见！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我要去租车，然后我租的是手排车。我人生中没有开过，在路上开过手排车，就是我只有在台湾驾训班开过，可是那个不算是真的在开手排车，因为它就是在那边绕圈圈，然后其实不太需要干嘛。然后我在德国驾训班也只开了5次，然后都是教练在我旁边。但我现在拿到驾照了，然后我之后要买的车是手排车，所以我要去看车的话，如果我不会开手排车，然后要试开的话也很尴尬，所以我就决定那我就先来租车，然后先练习，这样我租了3天的手排车，但我现在真的很紧张。我知道我会开，我知道我可以，但是我没有在路上开过，然后真的就是我很爱把自己搞得很不舒适。可是我想学，我一定要把手排车学起来，我一定要就是驾驭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一定要去面对我的恐惧。但我必须说，我真的蛮害怕，我很怕我去那个租车的地方，然后发不动之类的，但是应该是不至于啦，不至于，就是的啊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很紧张，我真的很害怕，但是我知道我可以。OK，so 祝我好运，然后带你们一起去，等一下租车，然后练骑车，然后我打扮了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一个女生去看车其实风险比较大的原因，是因为大家都把我们女生当白痴，我们不懂车嘛，是真的不懂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自己去看车要有点气势，就是好像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干嘛，不然他们感觉会。当然，我相信人性是善良的，可是我还是要有点气势，那个样子需要出来，他们才不会把我当白痴要耍。但是因为我要买车是跟2手的行家买，然后都会是有1年的保固，所以还好，我没有很担心。但就是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车，所以我就稍微打扮了一下，也没有打扮啦，就是稍微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。So 祝我好运，带你们一起去。我真的很紧张，尝试新的事物，然后做一件我没有什么经验跟把握的事情，就是挑战新的事物，就是这样，会紧张会害怕，但就是 go for it， 勇敢面对，跟我一起去 ，Let's go 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是开手排车的第2天，不要怀疑我衣服是一样的造型，因为这就是我觉得穿这样我自己比较有自信，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。买车需要有点驾驶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台车，真的很高级。不是我在说，就是它是很新的 Volkswagen。为什么他们要给我这台车？这很奇怪，因为我是订小车，然后我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没有手排车。我说可是我要手排车，所以他就自动帮我升等自排车。我说我要手排车，这就是我的意义，我就是要练习手排车。他说没有，好，然后他后来帮我升等到这一台，我跟你说超级高级，你看，然后他这台大概只开了，你看他只开了这么少里程，然后就给我糟蹋，然后手排，我等一下要开去看一台车，目前是我网络上看我最喜欢的一台。老实跟你们说，我昨天首度自己开自排车，其实差点要哭了，因为压力很大，然后你又一个人，然后你又不确定自己到底在干嘛，然后车子你也不熟悉，然后路中间熄火怎么办？然后我就从租车的地方开出来之后，我就开到一个停车场，我就在那边停了1个小时。天哪，怎么办？居然白痴，觉得I don't know what to do， 目前有一点点焦虑，因为引擎一直会发出很大的声音，蛮危险的。所以我等等开看，我在停车场多绕几圈。我觉得在看我
看我这边绕的人应该想说有事吗？然后那个租车给我的人应该想说有事吗？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。面对自己的恐惧，还是要有一个人陪，好像会比较好。为什么要这样搞自己呢 ？I don't know。然后我还跟 Andy 直接一直密他，因为 Andy 是在台湾是开手牌，然后他超强的，然后他就还拍影片跟我说要怎么弄啊。就是超级专业，然后也一直给我鼓励哦，我突然觉得很感动，就是一直给我鼓励说你可以啦，没问题啦，放轻松啦，反正开就对了啦，反正就练习啊，就不要怕。我就觉得哇 ，OK， 我可以。但是因为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其实不简单，因为没有人在旁边陪你，所以最好的状况还是有一个人在旁边陪你去熟悉手排车。可是我就是直接跳入火坑里面，让自己勇敢。OK，Anyway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想跟你们分享，我把你们放在这可能，我觉得在车子里面拍片感觉蛮好的，是因为，因为那个灯光蛮好的，还是把你放在这。好，这样好像不太好。但是呢，我想跟你分享，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考过最多驾照的人。我考了亚洲台湾驾照，我考了中东卡达驾照，然后我现在又考了德国驾照，所以我感觉跨世纪就是跨不同的州，在亚洲、中东，然后欧洲3个驾训班都上过，所以我想大概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的驾照考的过程。我跟你们说，希望没有人跟我一样这么衰啦，好不好？因为只有我这么衰，需要考3次，然后还要上3次驾训班，到底好 OK。首先，我人生中第一个驾照是卡达驾照。我那时候在卡达航空当空姐嘛，然后飞了2年吧，2、3年。然后我在20几年的时候，2017年的时候考了卡达的驾照。OK， 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卡达考的时候，也是花了我差不多5000卡币。5000卡币是多少台币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考也是蛮贵，然后而且我那时候考的时候，我也很勇敢欸。我那时候因为就是坚定要考驾照，然后我想要在卡达开车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因为我们卡达是有分高级住宅区跟中间就是我住的跟平民区，然后那个驾训班在算是比较平民劳工区那边，然后我就一个女生，然后自己在 taxi 去那边，然后那个驾训班在一个很偏僻很诡异的地方，但我现在回想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怎么办到，但我还是就是每个礼拜去上课，我只要休假就去上课。然后因为我是空姐，所以我的班表其实很乱，所以很难上课。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花了8个月的时间考到这张驾照。然后因为他们还有分说考试的一天是女生特定，因为是中东嘛，所以他男生跟女生不能混在一起，所以我还要等好像每周4还是什么，要等女生的那一天我才能去考试。那如果刚好没有休假的话，我就要等下个月。在中东真的是考到驾照，真的是老实说要靠关系。我不想这样说，我那时候也不想这样接受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我就认识驾训班的一个人，他算是头，我就跟他你知道嘻嘻哈哈这样。所以我在考停车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你要倒停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他们都有那个感应器，所以只要我靠太近就会哔哔哔哔哔，他竟然把那个哔哔哔关掉。然后我当时想说，
可是我想要靠实力，我想要靠自己的实力。可是我后来当下发现说，在卡达没有在靠实力啊，就是你就是攀关系。然后后来路考也是考了15分钟就过了，就是这样绕就过了。所以在卡达考驾照很贵，5000多卡是多少？看一下哦。但我必须说，我是很幸运认识了那个人，让我蛮顺利的考过。就是这是现实面。OK， 在卡达考大概4万，5万台币，好不好？加上那些 taxi 的费用，然后就考到了这一张。然后考完之后，我就马上在卡达买车，然后就开始在卡达开车。但是呢，这个驾照已经过期了，因为它到2022年，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已经不是那边的人，那边工作的人，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，然后我还去申请了那个卡达的国际驾照，以为有用，那时候在中东是有用，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用，所以呢，我后来回台湾。OK， 我回台湾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考台湾驾照，应该是世界都可以认同吧。然后我就考了台湾的手牌驾照嘛，然后也是花了很少，大概12000吧，12000，然后也蛮容易考就考过了。我是考手牌，但我到现在要开手牌还是各种刷，所以对，在卡达考驾照，我记得也蛮简单的。就是我有点是靠缘分跟关系，然后当然自己也会开车，可是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教练好像是苏丹人，也人很好，他说你是会有开车天分的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开始开车就是在卡达，所以也很感谢那个苏丹的那个教练，他人真很好，然后我就过了嘛。再加上有一些你知道运气，真的是运气，然后就考过。因为他们在卡达真的是想要 fail 你就 fail 你，因为钱还是他们要赚钱啊。很现实，没有很公平 ，But it's okay， 因为我就是运气蛮好，所以我就拿了卡达驾照。然后后来我就去考了台湾驾照，去年吧，前年，然后很便宜啊，12000、13000这样，然后花了一个月时间，然后考过。但是在台湾，你考完驾照不代表你真的会开车，因为真的有点太简单，因为你就是在里面绕，停车就在里面考。然后你出去开路上也是，你知道的路线，就是你知道你很熟悉的路线，因为你就是每天练习那个路线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难的，因为你就是已经很熟悉所有路线，所以我也拿到国际驾照，以为这个国际驾照，台湾的国际驾照可以陪我走天下，殊不知姐呢回到了德国，现在呢，身为一个德国人。他们不承认我这2个驾照。好，这个卡达的过期了，算了，不承认就算了。这个台湾的他们不承认，是因为，台湾的驾照他们不承认，就是因为我不是台湾人，然后我在德国出生，所以对他们来说我是个德国人。那台湾人来德国可以直接换照，台湾人。但我不是台湾人，就是在 paper 上面我不是台湾人，然后我在德国出生，然后我是拿德国身份证、德国护照，所以在他们眼里我是德国人，所以我没有资格，所以这个台湾的驾照对他们来说不被认可，所以呢，我就很默默的摸着鼻子再去报名了第3间的驾训班，我人生中的第3间的驾训班 ，OK。就是德国驾训班，我必须跟你们说，我有列一个清单，我总共花了多少钱，在这边，好吗？反正很多钱，我花了总共2880多的欧元，就是差不多快将近10万块台币。我花了大概6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在这边考试是真的很困难。但是我拿到了这个10万块的驾照，干10万块哦，这个驾照，好想拿这个去刷卡哦，去 shopping， 你知道吗？台币10万块的德国驾照 ，OK， 我拿到了，上了卡达驾训班、台湾驾训班，然后现在在上德国驾训班。德国驾训班真的很紧绷，真的很 detail。路考笔试，
很难，我真的是 study， 我真的是读书读了2个礼拜吧，但我也是临时抱佛脚了。我应该是如果我慢慢的读，每天读就算，但我就是后期快要考试的时候我才开始冲刺，然后我真的是他们就给你一个 app， 然后考题就是一直做。我后来做到 90%， 想说好算了去考吧。然后如果没过就要重考，就要重新付钱，然后也不是小钱，但还好笔试100分通过，不知道怎么通过的，但100分通过，不知道怎么考的。OK， 再来，我就是要跟教练上课，总共要上12堂，就是一定要上的课，基准课，就是不能不上。就算我说我有经验还是什么，不能不上。反正你考驾照，你就是这是基本款，就是你要上12堂啊，一堂差不多130欧，130欧大概5000台币，所以我每次上课就这样5000台币。应该是吧，130欧差不多5000台币，觉得自己好像很有钱。OK， 教练很严格，就是一直在羞辱我。你这边怎么没看？你这边路标什么，然后我就上了5堂的手排课，然后后面全部自排，然后用自排考试。但在这边考试是怎么样？不像在台湾跟卡达，你就是有一个空间，驾训班空间，然后你就是在那边停车，在那边绕，熟悉的地方不是。然后你在上路也不是什么熟悉的地方，你就是去一个点，然后跟那个考官见面，然后他就叫考官坐在后面 ，OK， 考官坐在后面，教官坐在旁边，然后就 Let's go， 然后就开始开。然后他叫你右转你就右转，他叫你左转你就左转，他叫你直走你就直走，他叫你停车就停车，所以就是这样。然后就开40分钟，然后他要怎么开，他要怎么叫你开就怎么开，你就是听他的指令。我那时候边开边流手汗，然后一直擦。但是我教练跟考官一直在聊天，他们就是很放松的在做这件事情。可是我又要听他们聊天，中间找那个听那个指令，说 OK 前面 turn right， 而且还是德文，前面 turn left， 所以我还要想说 OK rechts right OK， 然后我还要德文翻译完，然后变英文，然后再转。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考过的，我必须跟你们说，但我拿到了这张台币10万块的德国驾照，所以呢，希望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上驾训班，最后一次考驾照，因为我受够了。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抢劫，就是怎么会这么贵？根本是抢劫，谁付得起啊？我刚好，我就是用我每个月的收入，就是一小笔这样子，大概快一半的薪水，就是去做这件事情。可是我不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耶，这很贵耶。我就这样10万块下去一张驾照 ，OK。想说跟你分享，我觉得全世界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上了3个不同国家的驾训班，拿了3个不同国家的驾照，应该是没有。然后体验了3个不同国家的 驾训班体验，我觉得够了，真的是够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来德国的话，台湾人可以直接换照啊。如果不是台湾人的话，反正也是因为我的身份很复杂啦，所以才会这么复杂。我的身份就是很尴尬，一般人应该不会这么崩溃。但如果你要在德国、欧洲，不建议在德国上，不建议在德国考，太贵了，10万块就这样飞了。但是我很替自己开心，我也很骄傲自己成功了这个关卡，算是2024很大的成就。接下来就是想要买一台车，然后然后想要驾驭手排车，跟 Andy 一样，但一步一步。所以我现在呢要开去另外一个地方。Oh my god， 已经1点23了，我跟你们讲很多话。我要开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看一台车，不知道状况怎么样，但再跟你们说。So let's go 。我跟你说，手排上路，我真的是还是压力很大，紧张。但 OK，I can do this. I can do this. 我可以。I'll get. Let's go. 先看一下我的。Bitte fahren Sie zur angezeigten Route. 一档。
Hi guys， 好，我剩下15分钟要还车，但我想说上来再跟你们说说话。觉得哇，我竟然一个人租了手排车，一个人上路。当然有 Andy 的帮忙，他一直在给我技术指导。但我一个人。其实，因为我觉得旁边坐一个人有差，但我没有，然后你就会开始有点恐惧，然后你不熟悉，然后你的车子会熄火，然后你就是，但我做了这件事情，我其实，我老实说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第一天拿到车的时候，我想说我不要开了，我不要玩了，为什么要这样搞自己？可是我现在突然觉得，哇，你勇敢跨出去那一步，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但是在跨出去那一步之前，真的很可怕，我很焦虑。But I did it, so yeah， 我要赶快去还车，因为不然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多一点的那个 charge。But yeah， so 现在要去还车。谢谢你们陪我一起度过，就是车子的这个。Sorry， 我没有特别录，因为我其实这几天就是真的是焦虑、跟紧张、跟谨慎，然后人家停在我后面，我都超怕熄火，会撞到人家。但 anyway, I did it。之后买新车，拿到新车再跟你们分享，然后我再更练习更多，然后再跟 Andy 更多技术指导，在开车、开手牌上面的事情这样。So yeah， 还车去，然后今天可以好好睡觉，因为我这几天的紧张，每次开车前都很紧张。OK。应该等一下就倒了，所以你们陪我开一下，应该等一下就倒，因为我没有脚架。所以谢谢你们来看，期待跟你们分享更多。Peace。没有人。这些车真的是很高级，已经没有那个了，它全部都是按键，就是 so weird。我还是喜欢有那个，我喜欢正常的车，就是不喜欢现在那种很科技、很发达的车。我喜欢比较，就真的是车，你才真的在开车。如果是那种电子的，我就觉得，这不是开车吧 ？Right? Okay, let's go. 一档。